大娘，我现在问你什么，您就如实告诉我，这对找到您儿子很重要。是啊，我按照大明律例的寻人问案流程，询问了老人儿子的信息。老人儿子名叫周雄，今年23岁，房间的游侠儿，平日游手好闲。4天前，也就是农历6月念6，朋友找他出去后再也没回来。他走时跟您说过要去什么地方吗？仔细翻看周雄在坊间的狐朋狗友名录后，斟酌许久，我决定先从涛子入手。涛子大名李涛，社会关系相对简单，是个地痞，常年浪迹于城西的各大赌坊，县衙大牢的常客，3天2头就敢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奈何数额太小，不够判刑定罪。找他容易，我听从捕头师傅的建议，直奔他常去的新兴赌坊。什么？周雄他死了？怎么，你不知道？这几天你没找过他吗？这几天我都是自己混，我只有没碎银子了才会找他。他这种连自己亲娘都不好好赡养的人，我再怎么混蛋又怎么可能深交？我紧盯着他说话时的眼神和动作，李涛被我看得有些慌乱。那天吃过晚饭，我俩就来了赌坊，大概玩到亥时初，他输光了底钱，管事就一直催他拿钱。我心中推测周雄和刘丽丽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不是基于感情，那就是基于金钱的索取。周雄要真是带着这种心态去找刘丽丽拿钱，而刘丽丽又并非心甘情愿，两人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冲突。他找我借钱也不是1次2次了，他没个正经营生意，生活上全靠我和他娘养着。然后呢？那女人长什么样？你看清了吗？天太黑了，街角的灯笼又暗，我只记得她瘦高的，大概7尺左右，穿条白裙子，走得匆忙。脸呢？真没看清，周雄挡着我，我就瞟了一眼。后来光顾着生气，也没再注意。他离开的具体时间是几点？往哪个方向走了？大概亥时1刻左右吧，朝着新兴赌坊那边走的。捕快大人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你帮我贴出告示去，谁找到我儿子，这钱就给他当赏钱。大娘，之前您说好，找人是我们的本分。我知道你们在找，可我想多个人找，多份希望，不是吗？我在街头巡查时，一个乞儿塞给我一张字条，说是街角一个戴斗笠的汉子让他交鱼。我急忙追去，在那汉子混入人群间，将他截住，拉进暗巷。我是祥和坊的住户，我看见那寻人告示了，那个人我认识。我不去衙门，怕惹祸上身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周雄失踪那晚，我在祥和坊见过他。他跟谁在一起？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。说罢，他挣脱我的手，匆匆引入人群。来不及细想，我立刻根据那汉子的样貌和只言片语，在祥和坊走访排查，很快便锁定了他的身份：李二狗，53岁，家住祥和坊3号院。当天下午，我敲响了3号院东厢房的门，开门的就是那个戴斗笠的中年男人。那女人是我对门的邻居，她一个人住，平时也不跟我们来往。可那天晚上，我确实看见了。哪天晚上？6月26，我那天失眠，在2楼阁楼抽烟，大概亥时末吧。楼下过来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穿白裙子，瘦高个，男的就是告示上那人。你看清了？6月26晚上亥时，你在哪儿？在家。一个人？是。师傅看了我一眼，我接过话。那天晚上，有人看见你和一名男子一起进了这院子。他的手指攥紧，沉默不语。那天晚上，确实有个男人想对我图谋不轨，他用匕首抵住我的腰，威胁我，我不同意，他就往屋里闯。我推他让他滚，他就是不走。接下来呢？我前夫来了。前夫？我心里冒出新的疑问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周雄离开后去了哪？我正要继续追问吴刚的下落，柳如烟突然抬起头，眼眶还红着，眼神却变得尖锐。柴哥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们说。对面那个李二狗，他一直骚扰我，没准现在就在门外偷听呢。具体是怎么回事？自打我搬来，
他就有事没事鬼鬼祟祟的盯着我抽。是他自己一直惦记我想栽赃，他知道周雄来过，就编出这些想让你们怀疑我。我猜啊，杀人的就是他。你报过官吗？没有，他没动手动脚，就是那种眼神，你们懂吧？我一个孤身女人，带着孩子，不想惹事。他那天晚上怎么会那么巧？徐时墨不睡觉，在院中纳凉，又那么巧，正好看见那个男人跟我进来。是不是他告诉你们说周雄被我害了？根本没有，是他自己一直惦记我想栽赃。他知道周雄来过，就编出这些，想让你们怀疑我。我刚走出卧房，余光扫过后院的门，门关得严实。我下意识走过去，推开门，角落处的木架子吸引住了我。架子上挂着一排风干肉，用铁丝串着，整齐地悬挂在晾衣绳旁边。前来衙门击鼓报案的是一位六旬老妇。我见到她时，不停地搓着双手，那双手满是老茧，搓得沙沙响，浑浊的泪水连成线。老人家，有什么冤屈就进去说吧。我领着她走进签押房，她局促地用粗布衣袖擦拭眼角，努力许久才令自己不再落泪，但嘴唇依旧在抖，一句话颠来倒去说了好几遍。差爷，我儿子不见了，帮帮我。您先喝点水，缓口气。我语气尽量表现着和善，不断轻声安慰，怕再次伤害到这位可怜的母亲。伸手拿起桌角的茶壶，给她倒了盏热茶，直到她的情绪平复。大娘，我现在问你什么，您就如实告诉我，这对找到您儿子很重要。是啊，我按照大明律例的寻人问案流程，询问了老人儿子的信息。老人儿子名叫周雄，今年23岁，坊间的游侠儿，平日游手好闲。4天前，也就是农历6月念6，朋友找他出去后再也没回来。他走时跟您说过要去什么地方吗？我问过他，他叫我不要多管闲事，我怕他生气，就没敢再问。我低头用毛笔记录，暗自皱眉，这个周雄可真是混蛋。找他出去的人叫啥？家在哪儿？不知大名，只听叫涛子，住处也不知。那有您儿子的画像吗？有的，我这就给您拿。老人连声说有，手指颤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，里面整齐叠放着3张画纸，2张是粗略的白描，1张是花了重金请画师会的彩像。他将那张彩像递给我，将信息记录在案卷后，记下老人的住址，搀扶着老人送他离开。老人临走时抓住我的手。周雄他爹死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可怎么向他9泉之下的爹交代呀？回到班房，老人无助的样子和期盼的眼神让我感到内心沉重。仔细翻看周雄在坊间的狐朋狗友名录后，斟酌许久，我决定先从涛子入手。涛子大名李涛，社会关系相对简单，是个地痞，常年浪迹于城西的各大赌坊，县衙大牢的常客，3天2头就敢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奈何数额太小，不够判刑定罪。找他容易，我听从捕头师傅的建议，直奔他常去的新兴赌坊。果然在牌九桌前找到了他，我径直走到他身旁的位置坐下，他用余光看了我2眼，却还是稳坐赌桌前。不等我开口，我最近可是安分守己，绝没犯过王法。李涛推牌九的天赋很好，从他的眼睛我能看出他很聪明。我看着这个整日沉浸在乌烟瘴气中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不是来抓你的。那找我干什么？我收起惋惜的心思，按着腰间的佩刀，语气严肃。周雄遭遇了不测，我们查到出事当晚你曾找他出去，你们都做了什么？什么？周雄他死了？怎么，你不知道？这几天你没找过他吗？这几天我都是自己混，我只有没碎银子了才会找他。他这种连自己亲娘都不好好赡养的人，我再怎么混蛋又怎么可能深交？我紧盯着他说话时的眼神和动作，李涛被我看得有些慌乱。那天吃过晚饭，我俩就来了赌坊，大概玩到亥时初，他输光了底钱，管事就一直催他拿钱。他觉得在兄弟面前扫了面子，嚷嚷着要去找相好拿点钱。周雄的相好名叫刘丽丽，就在附近的
松华布庄做绣娘。我没说话，不置可否的看着他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像是想起什么。差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那天晚上周雄还说，要不是刘丽丽那傻妮子肯给他花钱，他早就甩了她。这是原话，半点不假。我心中推测，周雄和刘丽丽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不是基于感情，那就是基于金钱的索取。周雄要真是带着这种心态去找刘丽丽拿钱，而刘丽丽又并非心甘情愿，两人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冲突。叮嘱李涛一番后，我离开了赌坊。傍晚，我在刘丽丽居住的巷口碰到了她。她刚做完工，眼睛红肿，像是哭过。听完我的来意后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周雄，他真的出事了。那天晚上，他确实来找我借钱，我记得是亥时，他没说做什么用，让我给他拿200文。他找我借钱也不是1次2次了，他没个正经营生意，生活上全靠我和他娘养着。然后呢？我知道他干嘛，但我爱他，他搂着我，挺亲近的。后来，他盯着街对面的女人，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，我爱他，但那眼神，我们在一起半年，他从来没那样看过我，我以为他要是知道他会出事。阿郎，那女人长什么样？你看清了吗？天太黑了，街角的灯笼又暗，我只记得她瘦高的，大概7尺左右，穿条白裙子，走得匆忙。脸呢？真没看清，周雄挡着我，我就瞟了一眼。后来光顾着生气，也没再注意。他离开的具体时间是几点？往哪个方向走了？大概亥时1刻左右吧，朝着新兴赌坊那边走的。回到县衙，我把周雄当晚的情况梳理一遍。周雄吃过晚饭，被李涛找去赌坊，亥时去刘丽丽那借钱，在巷口因看陌生女人起争执，刘丽丽愤然回家，周雄离开了。之后呢，他没回赌坊，也没回家。我盯着卷宗上瘦高女人，白裙7尺左右这几个字发呆。一个地痞失踪了，最后见过他的人是他相好，而那个让周雄看得出神的陌生女人是谁？周雄为什么盯着她？是认识还是单纯的见色起意？如果是认识，那这个女人和周雄什么关系？如果不认识，周雄离开后又去了哪里？我翻出周雄的画像，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，眼神里透着股脾气。这样的人会和什么样的人结仇？第二天一早，师傅推门进来，看见我沉思的样子，了然地说：“遇到难题了吧？别光盯着最后一面，要学会借助百姓的力量。别忘了，你身后还有衙门。”师傅的这番话点醒了我。我太急于展示自己的能力，却忘记了查案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周雄失踪的第10天，老人再次来到衙门。这次见他消瘦很多，眼窝深陷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的枯枝。他找到我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一层层打开。捕快大人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你帮我贴出告示去，谁找到我儿子，这钱就给他当赏钱。大娘，这钱您收好，找人是我们的本分。我知道你们在找，可我想多个人找，多份希望，不是吗？城里的通衢大道、茶馆、酒肆、城门张贴处，全贴满了海捕文书和寻人告示。那张略显痞气的画像被风吹得边角卷起，盯着每一个路过的百姓。可告示贴出去3天，石沉大海。1个月过去，城里的风把告示吹得破旧不堪，有的只剩下半张脸，有的只剩悬赏。老人每隔2、3天就来衙门一趟，从一开始的哀求到后来的沉默，他早已哭干了泪水，只是坐在前厅的长椅上，呆呆地望着大门。见到有差役从身前走过，就会说句：“差爷，麻烦你们了。”“不麻烦，大娘。不麻烦，大娘。”我在纸坊里片刻不停地梳理推导，我不敢出去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案子快成悬案了，周雄常去之处查了，与人往来的书信查了，他那些狐朋狗友挨个问了个遍。李涛和刘丽丽2人皆有证明各自清白的证人，那个瘦高的白裙女人更是毫无头绪。师傅说有些案子就是这样。就在第31天，
我在街头巡查时，一个乞儿塞给我一张字条，说是街角一个戴斗笠的汉子让他教育我。我急忙追去，在那汉子混入人群间，将他截住，拉进暗巷。我是祥和坊的住户，我看见那寻人告示了，那个人我认识。你在哪儿见过他？跟我回衙门谈。不，我不去衙门，怕惹祸上身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周雄失踪那晚，我在祥和坊见过他。他跟谁在一起？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。说罢，他挣脱我的手，匆匆引入人群。来不及细想，我立刻根据那汉子的样貌和只言片语，在祥和坊走访排查，很快便锁定了他的身份：李二狗，53岁，家住祥和坊3号院。当天下午，我敲响了3号院东厢房的门，开门的就是那个戴斗笠的中年男人，身穿一件满是污渍的短褐。我亮出捕快的腰牌，他神色木然的点头，把我让进屋。差爷，我不是想瞒着，是怕惹麻烦。那女人是我对门的邻居，她一个人住，平时也不跟我们来往。可那天晚上，我确实看见了。哪天晚上？6月26，我那天失眠，在2楼阁楼抽烟，大概亥时末吧。楼下过来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穿白裙子，瘦高个，男的就是告示上那人。你看清了？月亮正亮，灯笼正好照他脸上，他俩搂搂抱抱的往对面那间屋里走。我当时还想，这女的可算带男人回来了，平时看着挺正经的。那女人叫什么？住多久了？姓柳，叫柳如烟，搬来也就3、4个月，带个女儿。平时做完工也不出门，见人也不说话，独来独往的。周雄出来了吗？你看到没有？这我没注意，后来我就回屋睡了。不过那天之后，我有1周都没见过那女的，她家门一直上着锁，最近几天才回来。转日，我与师傅敲响了对门柳如烟的房门。你们是？县衙办案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租房的女人30岁左右，长相清秀，腰间系着围裙。她没多说，侧身让我们进门。有个小女孩趴在桌上练字，听见动静抬起头，怯生生地望向我们。妮妮，进屋里写。柳如烟弯腰收起茶几上的书册，领着小女孩回到里屋。关门时，她摸了摸女儿的头发，才慢慢把门带上，自己在对面坐下。坐吧。师傅开门见山：6月26晚上亥时，你在哪儿？在家。一个人？是。师傅看了我一眼，我接过话。那天晚上，有人看见你和一名男子一起进了这院子。他的手指攥紧，沉默不语。屋里安静下来，只余下灶房里炖汤的咕嘟声。师傅没再追问，静静地看着他，那目光不犀利，却像能把人看穿。沉默持续了10几秒。其实我刚才没说全。那天晚上确实有个男人想对我图谋不轨，他用匕首抵住我的腰，威胁我，我不同意，他就往屋里闯。我推他让他滚，他就是不走。接下来呢？我前夫来了。前夫？我嫁过人，妮妮是我跟前夫吴刚的孩子，我们3年前和离的，但他隔段时间就来看看孩子，送些铜钱。那天他正好来送钱，撞见有个男人对我动手动脚。他说到这里，眼中蓄满的泪水滑落，却快速地用袖子擦拭干净。吴刚把他拽到院子里，揍了他2拳，让他滚。那个威胁我的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我跟吴刚说没事儿，让他也回去了。吴刚走后，我就关门哄妮妮睡觉，再也没见过那个人。师傅盯着他。吴刚现在在哪儿？他在城东营造局的工地做苦力，具体哪个工地我不清楚。我心里冒出新的疑问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周雄离开后去了哪？我正要继续追问吴刚的下落，柳如烟突然抬起头，眼眶还红着，眼神却变得尖锐。差哥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们说。对面那个李二狗，他一直骚扰我，没准现在就在门外偷听呢。具体是怎么回事？自打我搬来，他就有事没事鬼鬼祟祟地盯着我抽。我买菜回来，他蹲在那儿；我倒水，他趴在墙头看。院外总是有动静，
是他告状说我害了周雄，是他自己一直惦记我想栽赃。他知道周雄来过，就编出这些，想让你们怀疑我。我猜啊，杀人的就是他。你报过官吗？没有，他没动手动脚，就是那种眼神，你们懂吧？我一个孤身女人，带着孩子，不想惹事，撞见他站在门口，说他也在倒泔水，可他手里什么也没拿。还有一次，我发现门缝被人塞了东西堵住，外头有人贴着门缝往里瞧。你们想想，他那天晚上怎么会那么巧？徐始墨不睡觉在院中纳凉，又那么巧，正好看见那个男人跟我进来。是不是他告诉你们说周雄被我害了？根本没有，是他自己一直惦记我想栽赃。他知道周雄来过，就编出这些，想让你们怀疑我。我猜啊，杀人的就是他。他为什么要栽赃你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得去问他。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吴刚可以给我作证。他说的就像真事那样，可那句吴刚可以为我作证，总在我脑子里打转。直觉告诉我这里面有事。我正想着，师傅站起身，在屋里踱了2步。能不能在屋里看看？行，你们看吧。柳如烟答应的有些勉强。师傅冲我使个眼色，我走向卧房。卧房不大，一张架子床，一个衣柜，床头柜上摆着小女孩的画像。我刚走出卧房，余光扫过后院的门，门关得严实。我下意识走过去，推开门，角落处的木架子吸引住了我的目光。架子上挂着一排风干肉，用铁丝串着，整齐地悬挂在晾衣绳旁边。肉条已经风干得差不多了，颜色微微发白，表面皱缩，在午后的阳光下微微泛着油光。肉架子前放置着半人高的杂物。柳如烟为什么把肉挂在这里呢？柳如烟为什么把肉挂在这里呢？这样放置多不方便啊！柳娘子，你家这风干肉怎么做这么多啊？我女儿爱吃肉干，但是牛肉太贵，大明律也不准私宰耕牛，我就买了点猪肉晾上给她打打牙祭。我走进那排肉条，仔细看着，我伸手想碰。差爷，这肉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就是看着晒得不错。你家平时吃肉多吗？不多，就我跟妮妮2个人，吃的少。这肉晒好了能放很久。柳娘子，请把你前夫吴刚的住址告诉我们。好的，我去给你写。该查的也查了，林威，咱们走吧。林威是我的名字。我跟在师傅后面，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那排肉干，一动不动，然后收回目光，跟上师傅。找到吴刚的过程不算难，城东工地就那么几家，拿着名字一问，第3家就有人认识他。走出工地，我给师傅递了根旱烟。吴刚的供词跟柳如烟说的对上了，时辰、地点、经过，严丝合缝。我也这么认为的，师傅。太一致了，就像2个人对着同一份稿子背过。我怀疑凶手就是柳如烟与吴刚2人。那周雄的尸体在哪儿呢？师傅没说话，眼神深邃地看着我。半晌，话音响起：“那个报信的李二狗，你再去一趟，查他。查他有没有骚扰柳如烟，查他是栽赃还是他隐瞒。把后院肉干带回，交给仵作。”我震惊地看着师傅，手心冒汗。您是说……别瞎猜，去查。别声张，还有个孩子。翌日一早，我再次敲响柳如烟家的门。大人，还有事。核实几个细节。妮妮在吗？在苗红呢，有什么问我吧。孩子小，就问几句，有时他们看更清楚。妈妈，谁呀？没事，妮妮，回屋苗红。柳娘子，如果你心里没鬼，为什么不敢让我问孩子几句话？妮妮，叔叔问你几句话，好不好？妮妮，坏叔叔来的那天晚上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隔壁叔叔也来了吗？没来，来的叔叔很高，还好看。他拽妈妈，
妈妈不喜欢。后来爸爸来了，爸爸可厉害了，他打跑了那个坏叔叔。坏叔叔走的时候是什么时辰？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，那时候我困了，妈妈让我睡觉。那你睡觉之前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？行了，孩子该描红了。趁着柳如烟把女儿抱回里屋的间隙，我飞快来到后院廊下，一看哪里还有肉干，只剩光秃秃的铁架。我不甘心，跨过杂物走到近前，仔细寻找，在铁丝上找到些许残存的肉丝，拿出布袋妥善保存。我长出口气，刚要转身，眼角的余光让我心下凛然。柳如烟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手里赫然提着一把切肉的剔骨尖刀。这院子收拾得挺干净。没有啊，乱着呢。柳如烟说这话时，声音淡漠。我上回来这里还挂着肉干，怎么今天不见了？没做好，丢掉了。这样啊，我的差事也办完了，还要到巷口与同僚会合，就不多打扰了。柳娘子，慢走，不送。我迅速出了院门，将门带上。巷口根本没有其他人，我伸手入袖也是吓唬他的，袖中装的是烟杆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柳如烟没有犹豫，直接举刀砍向我的画面。半晌平复恐惧后，我快步赶往衙门找到师傅。师傅，您现在马上派些人盯紧柳如烟家那条巷子，千万别让她跑了。我带着东西马上回衙门交给仵作。好，我不多做耽搁，快马加鞭朝衙门疾驰而去。3日后，仵作的查验结果出来了。大明仵作虽无现代之能，但凭借祖传秘法与低谷验血之术，证实从柳如烟家带回的肉丝残留，与周雄留在家中的发肤血迹特征完全吻合，那是人肉。师傅当即下令拿人。大唐偏乡内，柳如烟起初任凭师傅怎么盘问都闭口不言，直到师傅提起他女儿妮妮。柳氏，我们头一回到你家时，我就注意到了，你与我们交谈过程中，总会下意识地看向你女儿所在的屋子。我已经让人去接你女儿了，我想你女儿一定会说实话。柳如烟听到女儿的那一刻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交代了事情的真相。案发当晚，柳如烟如往常一样收摊回家。就在她走到巷口不远处时，脖子被人锁住，一把刀抵在腰间。周雄威胁她，让她不要出声。柳如烟当时大惊，头脑混乱，不敢声张。周雄早就注意到她，胁迫她回到租住的宅子内，实施了侵犯。柳如烟当时认为周雄侵犯完就会离去，她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叫出来。女儿还在里屋睡觉，可让柳如烟万万没想到，女儿妮妮居然在这个时候醒了。房门打开，妈妈，你回来了吗？周雄挣脱开柳如烟抓着自己的手，奔到妮妮跟前，想要像对待妮妮母亲一样对待她。柳如烟彻底疯狂，他抓起茶几上的铜香炉，砸在周雄的后脑上，周雄当场死亡。后来呢？你是怎么处理尸首的？我把它解体了，将它做成肉干，骨头剁碎，装进麻袋，扔到城外荒地。你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女儿看见了吗？没有，我把她哄睡着后反锁在了里屋。那吴刚参与这个过程了吗？没有，他没参与，都是我做的。他或许只是看在和我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帮我，又或许是因为妮妮，我不明白。我做的就这些了，怎么判我都无所谓。但请你们帮我，把我的女儿带到她父亲身边。我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柳如烟保留了案发当晚被周雄侵犯时穿的亵衣，仵作在上面验出了周雄的痕迹。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柳如烟的行为属于护女心切，奋起反抗。知府大人审理此案，念及柳如烟身为母亲，为保幼女免遭禽兽之害，情有可原，判定柳如烟无罪，当堂释放。面对如此结果，老人本想反驳，可听完柳如烟说的一句话后，再也不言。我也是一个母亲。老人走出公堂，背影萧瑟。我追出去，喊住老人：“大娘，我送您回去吧。”老人没理会我，
从我身边走过，径直向前，嘴里不断呢喃着，似是说给我听，又像说给自己。真正的凶手是我才对呀！真正的凶手是我才对呀！我看着老人渐行渐远佝偻背影，心底惋叹。是啊，没有底线的溺爱，确实才是真正的凶手。